长寿，玄雅，长寿，哎呀，你怎么跑这凶险的地方来了？站在岩洞前，李长寿看着从云上冲下来的两道身影，露出了些许微笑。也是出乎他的意料，自家师傅竟然一同寻来了。虽然看到自己老师傅神情激动，并抓出了那把熟悉的拂尘，看样子又要对他的臀部进行一顿慈祥的抽打，但是李长寿心底总归是暖暖。当着门内长辈的面，李长寿准备不躲闪，任由师傅打两下消消气，反正也伤不着。九九与齐元老道一同从云上跳下来，本来九九是想先到李长寿面前看看他有没有少什么零件，但又想到齐元道长也在，就径直地冲向了有秦玄雅。看师傅举着拂尘要打，李长寿摆出了苦瓜脸，闭目承受，但拂尘只是轻轻地摔在了他的肩上，并没有什么力道。你怎么就跑这凶恶的北周来了啊？如果不是灵娥把齐元道长喊醒，齐元道长到现在都还不知道此事。师父，弟子突然静极刺动，未提前禀告师父，还请师父恕罪。李长寿规规矩矩地低头应答，视线余光瞥到一旁，九九一把抱起了有秦玄雅，在那儿原地打转，笑得像是个孩童一般。有秦玄雅的脸蛋儿微红，连忙喊着师叔，却也没有办法挣脱。裙摆飘摇，青丝散落，这场二人转也相当好看。客观来说，有秦玄雅胜在身段比例完美，线条无可挑剔。比起有秦玄雅，九师叔的个头上稍微有点不足，脸蛋儿也稍圆，两个人的风格可谓是天差地别。李长寿只是瞥了一眼就收回目光，老老实实的听师傅在那儿滔滔不绝的训教。刚才这种情况纯粹是前世做了许多年的绅士习惯性的根据自己审美点评一下，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反倒是李长寿此时更关注那位矮道人的动作。九屋提着那名刚被打昏过去的老道落在几人身前，见李长寿和有秦玄雅没事，这位矮道人不动声色，轻轻震了一下手腕，手中提着的老道浑身抽搐几下，而后气息瞬间溃散。若李长寿没有看错的话，这个老道的元神刚刚是被直接震碎了。像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九屋将这原先老道的尸体扔到一旁的丛林中，含笑看着这边师徒团聚。这也是一个狠人呐，杀人如同捏虫子一般。李长寿缩在袖子中的手指掐指推算，心底泛起了一条条平日里听到的有关这位矮道人的传闻，做了一个简单的归纳。九屋，九九师叔的五师兄，渡仙门大佬忘情上人的亲传弟子，入门修行2000余年，修为在真仙境巅峰，半步天仙。其性情如同顽童一般，喜欢与人打趣，但实际上足智多谋，颇有城府，对门派忠心耿耿，经常外出处理各种事务，门内门外交友甚广，喜好酿酒炼丹，弱点不明显。李长寿很快得出结论，这种人物自己不必刻意结交，只要做好渡仙门弟子的本分就够了。一旁九九总算是松开了有秦玄雅，在那儿仰头感慨，自己的酒钱总算是保住了大半。有秦玄雅听齐元道长正在数落李长寿，你说说你，化神境就往这里跑，你这不是给旁人拖后腿吗？啊！齐元师叔，有秦玄雅立刻出声，长寿师兄他并未拖累谁，相反，弟子几次都蒙师兄相助。啊，就是弟子可没有拖后腿，也帮了不少忙。李长寿淡定地接住了有秦玄雅的话头。师父，您还不知道吧？弟子也正是因为在此地历练，突破到了反虚境。言说中，李长寿露出了气息，反虚一阶，气息还有那么一丢丢的不稳，完全符合刚突破时的模样。
有秦玄雅心底顿时有些犯懵，师兄怎么突然像是变了个人一般？此前的沉稳突然换成了此时的略显轻浮。李长寿对他眨了眨眼，有秦玄雅略微愣了愣，顿时想起了李长寿此前的叮嘱。他轻抿一下小嘴，竟然不知道自己该继续说什么。长寿，你突破了。齐元道长很激动，感受着李长寿的气息，露出了笑意，眼睛都明亮了许多。但是齐元道长的笑意还没有绽放，就立刻板下脸来。修了100年才参悟了反虚境，还这般得意忘形。你瞧瞧人玄雅，她还是你师妹，人家现在都已经反虚4阶了啊！李长寿有些无奈地讪笑着，似乎被师父训得有些郁闷，实际上心底是丝毫没有波动，甚至还有点想笑。哎呀，100年突破到反虚境很不错了，也是上等资质嘛。九乌在旁笑道：齐元师弟啊，我家那二师兄200年才悟透反虚之境，而后厚积薄发，用了不过20年就已渡劫成仙。修行之事全在缘法上，不要这么苛责弟子嘛啊！对了，玄雅，你可知元清的下落？有秦玄雅俏脸一沉，向后退了2步，背着大剑单膝跪地，拱手低头。元清已死，死于弟子之手，请师伯责罚。哦，你亲手杀了他？是，4剑穿心，破了他的元魂。此事是弟子一人所为，与长寿师兄无关。长寿师兄只是用地遁术带弟子逃得了性命，弟子愿领门内一切责罚。九乌皱着眉头一阵沉吟，久久2步跳到李长寿的身侧，本想用胳膊肘撞一下李长寿，但动作又及时的停住，并未触碰到李长寿的手臂。哎，这是怎么回事啊？九九小声问着。李长寿摇摇头，并未回答，反倒是九乌闻言看了过来。这位矮道人的目光仿佛2把利剑，想要把李长寿的双眼戳破一般。长寿师侄，你不为玄雅辩解几句吗？啊，弟子并不知具体实情。你倒是颇为稳重。其实来时我已搜过了刚才那元仙的魂魄，知晓了此事的大概经过。颜清奇歹念在先，又将俗世王权之争带入渡仙门，这本就是不可饶恕之罪责。玄雅师侄，弑杀同门乃是大罪，无论哪般理由，这都是难逃的罪责。这破规矩改了不就行了？元清先动手的吧，玄雅是反击的吧？有秦玄雅抿着唇，并未多言。李长寿见状，在旁咳了一声：“九乌师伯，不如我们先离开此地，与其他几位师叔师伯会合，再让有秦师妹将此事完完本本的说一遍。有秦师妹只要据实相告，门内应当能谅解。”后半句话其实是说给有秦玄雅听的。此时有秦玄雅也看向李长寿，那双眸子之中带着几分无奈和苦涩。李长寿心底一叹，露出了少许微笑，对他轻轻点头，就当作是给他一点鼓励吧。就依长寿师侄所言，先去找他们会合吧。言罢，九乌忍不住挠了挠头，也在思索如何能让有秦玄雅免受责罚，但又想到了元清师傅也在此地，有些犯难。这位矮道人做了一朵白云，让他们各自上来，又叮嘱有秦玄雅跟在自己身后，有暂时看管之意。李长寿跟在师傅旁边，几个人一同踏上白云，盘腿坐下。齐元老道此时明显换了一副精神面貌，来时如丧考妣，离开时春风得意。他也是一名反虚境弟子的师傅了。
白云还未升起，九巫像是忽然想到什么，转身看向李长寿。长寿施主啊，弟子在。啊，此地那些重瞳三头猪的蛛丝不收起来吗？啊，这可是难寻的稀罕物呀。啊，让师伯挂念了，这个东西布置出去就很难收回来了。弟子在小琼峰上养了几窝重瞳三头猪，若师伯也对这些古怪的玩意儿感兴趣，回去之后弟子便为师伯挪一窝送过去。哦，那本师伯就不多推辞了啊。哎呀，你这小家伙很有前途嘛，以后多跟本师伯亲近亲近啊。弟子领命。李长寿温和谦逊地笑着，并未继续说什么，说得多也错得多。九巫似乎看透了他的一些底，但能够主动索要封口费，也就表明九巫并不想多管门内一位弟子的修行事。然而齐元道长皱着眉头看脸李长寿，面色严肃。哎，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小气？这次要不是你九巫师伯过来救你，你现在说不定就怎么样了。那什么仙虫有几窝？自己留一窝，其他都给你九巫师伯挪过去。李长寿一口丹田气逆涌而上，捂着嘴咳嗽几声，他努力地保持微笑，咬着后槽牙。是，弟子领命。前方九巫见状一乐，坐在那儿哈哈大笑了2声，却也没有继续多说。一张小圆脸从旁边探了过来，却是久久绕到了齐元老道身后，在李长寿的左侧探过身子，仔细盯着李长寿。李长寿下意识地向后仰身，果然仰身之后角度调整得好了许多，可以从麻衣的衣领处直接看到可以有效地防备九九师叔突然恶作剧。九九眨了眨眼睛，那个什么蛛丝是啥东西？怎么感觉你跟老五古古怪怪的？是一种宝材，具体弟子也解释不清楚，师叔不如问问九巫师伯。不说算了。九九坐正了身形，像是想起了什么，用力拍了一下自己膝盖，一本正经。不对了，齐元师兄，武师兄，你们瞧，长寿这是什么病症？是否是修为出了什么差错，落下了心魔？哦，心魔。齐元、九巫、有秦玄雅同时扭过头，而九九已经抬手轻轻地戳了戳李长寿的耳垂。哎呀，这个动作行云流水，九九在说话时已经起手了，完全不给李长寿反应的机会。李长寿是满脸的黑线了，左手一颤，带动浑身各处肌肉开始抽搐，随后便是白眼翻天，口吐白沫，嘴里发出一阵像是快要窒息的响动。我去，这小师叔也是有毒了是吧？不对，这朵云就有毒，道号里面有9字的就尼玛离谱。还好自家师父没起疑，还颇为关切地问李长寿何时有了这般病症，并握住李长寿的手腕仔细查看。也多亏了齐元道长只是归道境9阶，距离成仙还有一步之遥，在他探查的时候被李长寿轻松地糊弄了过去，也算是帮李长寿化解了这次小危机。六十不定，心气浑噩。齐元一本正经地告诫。哎呀，长寿啊，回去之后你便安心闭关一段时日，不可外出走动，为师也会叮嘱灵娥，不让他吵扰你。你心境出了问题，但好在并不严重，静修一段时日便可。是师父。前方稍有些紧张的有秦玄雅闻言也松了口气，而他这般表情细节刚好落在了旁边的矮道人九巫眼中。有点意思。九巫那浓浓的短眉向上挑了一下，表情顿时颇多玩味。听闻齐元道长如此说，九九也放下心来，起身跳到有秦玄雅身旁，小声问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李长寿瞧了眼自己的储物法器中的摄魂珠，里面还有几个人的残魂没有完全化掉，能在其中找到很多的记忆碎片。于是他默默地放出一缕灵石，将噬魂珠放到了更角落的位置，用符箓封了起来。事不关己，万事大吉。九巫的实力比九九强了许多，但在北周之内也不敢全速飞行。这位矮道人颇为谨慎，赶路时一言不发，目光总是机警地扫视着各处。这一点让李长寿颇有好感。总算一路平安无事地离开了北巨楼州，出了瘴气覆盖之地。九巫带着他们朝南边飞了100里，找了一处荒山，通知几位同门前来此地会合。等了差不多半个时辰，王琦的师傅带着王琦、刘燕儿最先赶来。有秦玄雅的师傅江金山、袁清的师傅林七以及刘燕儿之师，又过了2个时辰才抵达此地。江金山算是一个标准模板的仙子，面容姣好，清气环绕，束云鬓，着仙长，整个人仙气十足，又未失却人间烟火。小雅看着爱徒跪坐在地上，浑身都是被包扎起的伤口，长裙满是血污，神情憔悴的像是换了一个人。江金山面露凄然，2步冲到有清玄雅面前，将她拥在怀中。师父，师父在这儿，师父在这儿，是师父一时糊涂，才答应了袁清那贼子的央求，让你前来此地探寻什么焰火明心草作为历练，都是师父的过错。有清玄雅的眼圈略有些发红，却轻轻吸了一口气，稳住自身心境。是弟子无忧，让师父为弟子挂念了。一同赶来的林七道长已经得到了袁清身死的消息，他并未发怒，看着有清玄雅师徒，到底是怎么回事？分路探寻时，他们也带走了一名与袁清、宇文灵同伙的元仙。此时那元仙也是被他们随手处理了，问出了事前大概。九巫道：林七师弟稍安勿躁，让玄雅先将事情完完本本的说一遍吧。玄雅，你尽量说详细些，不可有任何隐瞒。